金虎真不愧是一只天生喜剧熊。这天饲养员把笋笋装在麻袋里给他，金虎吃到最后一根时，他怎么都取不出来。看得出金虎真的很着急，笋笋都快被他隔着麻袋榨汁了。此时的金虎一脸无奈的看向饲养员，内心 OS 媳妇没有，穷的就剩下一个麻袋了，还要给我整这死出，我现在吃不到怎么办？一边的饲养员告诉他要用脑子，于是金虎就把麻袋往头上一盖，双手自然垂下，坐在那里顿了几秒钟后，把麻袋从头上扒拉下来，又一脸无辜的看向饲养员说：“我刚才试了一下，脑子也吃不到怎么办？”金虎这是在给大家生动演绎，脑子是不会吃笋笋的，而且金虎能吃能拉，他虚虚的姿势放在整个熊猫界也是相当炸裂的存在，真害怕他会一不小心滋到嘴里。而且奶妈说金虎一晚上就能造11公斤的青团。金虎，你这个大吃货，今天早上拉了11公斤的粪便，我都拎不动了。老光棍金虎晚上偶尔也有睡不着的时候，他失眠的时候就玩自己造的那11公斤的青团。聪聪熊就公开吐槽说，金虎把他的便便汤均匀的涂抹在了内舍的墙上和地上，以及他的喝水盆里。即便金虎那么能造，当天值班打扫圈舍的奶妈还在为孩子辩解，说金虎这是绘画天分。聪聪熊对金虎的控诉，你觉得是什么？不满意，我觉得金虎有天分，对，画天分。对，看金虎这埋汰样，也就那个可以一边吃一边拉，一边拉一边甩，一边甩还一边踩的画虎可以与之媲美了。而且金虎这个大吃货，喜欢妙音不喜欢飞云的原因，可能不只是飞云曾经揍过他，还因为妙音比较挑食，经常可以剩下很多笋笋，奶妈就会打包带给金虎吃。金虎每次吃的别提多开心了。当然金虎也有傲娇的时候，这天剩下的笋笋他就不吃了，奶爸拿过来询问他：大大一大孩子们了，你还怎么不会过日子呢？那你吃了，你吃了。我是有钱家的崽，我不吃生的，我不要。你看，等一会儿我给你扔了呢。去过。这一句扔掉说的老清晰了，而且他还因为说了他浪费，自己趴在轮胎上生气。后来奶妈哄了好久才把他哄好，真的好喜欢金虎这个嘤嘤怪啊！盘点大熊猫和饲养员有问有答的名场面。说起大熊猫的语言天赋，那就不得不提一下生活在东北的初心。可能是因为东北的老铁爱唠嗑，所以他们养的熊孩子也都能唠上几句。这天到了下班时间，初心早早的就等在了圈舍的门口，但却不见暮云的身影。奶妈喊了几声也不见暮云回应，于是就让初心帮忙喊暮云，把暮云喊回来吧。就单初心说暮云这俩字的清晰程度，不知道要打败多少网友的普通话水平。初心不仅会说暮云妹妹的名字，还会说自己的名字。当有游客问他是初心还是暮云时，他也能清晰地说出初心俩字。你是暮云还是初心呢？而初心生活在大连的叔叔金虎，同样会喊隔壁邻居下班回家。这天飞云在外场加班不肯回来，奶妈就让金虎喊他飞云，而且金虎还能和奶妈对话。这天奶妈做了新发型，特意跑到自己好蛋儿跟前，迫不及待地想听到金虎的赞美。说我好看，说我的新发型好看。我砸你好，你这个熊孩子！但万万没想到，金虎这个小熊精连说带比划的说了难看。成大因为经常用娃和饲养员做交易，语言表达能力也是很可以的。饲养员换载时盆奶不加蜂蜜肯定是不行的。但有一次是美奶妈伙同其他饲养员用了声东击西的方法，白嫖了成大的娃，成大没得到任何好处。于是后来美奶妈过来给他喂水的时候，他就没好气的和美奶妈吵架。毕竟对于成大来说，奶妈偷走的不只是成大的娃，那也是成大的饭卡。如果饭卡换不来好吃的，那生娃将毫无意义。花花自从当了局长之后，也是喜欢有事儿没事儿就讲两句。最近已经会给谭爷爷安排工作了。如果花菊学会了321上链接，那就更了不得了。大家还知道有哪些会说话的大熊猫呢？这比奶爸还高半头的小熊，就是虫洞的美少女壮士梁月。梁月非常的活泼，属于是那种熊来疯的性格。每次饲养员到外场给他放吃的，他都兴奋地扒着笼子跳摇摆舞，感觉他当时着急的一刻都等不了了。看他这摇曳的舞姿，就知道这虫洞舞王的称号真不是白叫的。这天梁月本来正双目无神地趴在笼子上，这可怜兮兮的小模样，像是被打入冷宫的妃子。但当他看到奶爸过来了，
又立刻两眼放光，站起来摇摆。但别看梁月长着1.9米的身高，200大几十斤的体重，只要他坐在那里，远远的看上去就像一个奶娃娃。梁月今年去基地相亲，结果凉面、凉粉、凉虾都没带回来，只吃了一肚子的粮草回来。后来元芳把他安排在了小五的隔壁，梁月看到小五也是喜欢的不得了，整天就像一个熊贩子一样，趴在围墙上偷看小五。有一次小五刚出来，梁月就兴奋地趴在玻璃上摇摆，把小五吓得赶紧爬上了木架，直到梁月看到了3姐盲仔，才算消停了下来。后来慢慢的小五和他熟悉了，还过来主动找六姨玩，结果梁月看到小五却害羞的走开了。所以虽然梁月长得熊高马大的有些唬人，但本质上就是一个小甜豆。在2016年亚老二生下了罕见的3胞胎，但因为其中2小只的体重太轻，都夭折了，只有胖胖的梁月活了下来。梁月和侄子侄女于宝于贝一起长大，更是和于贝一起生活了7年的时间，直到去年的年底才分开。梁月是个直宝女，整天和侄女腻在一起，竹子也只吃于贝严选，于贝没办法，只好让着她，把手里的竹子分给梁月一半，自己的小姑还得自己来宠着。所以说梁月和于贝的天下第一好，真的全靠于贝的脾气好。一种感情叫做圆润和花花，圆润对花花的爱可以说是虽非亲生却胜似亲生，因为成功妈妈身体不好，在花花和叶子9个月大时，便分别交由圆润和艾丽2位干妈照顾。当花花出现在圆润院子里的第一天，圆润便欣然接受了她。二狗性格比较独立，更喜欢自己玩耍，但圆润喜欢和孩子待在一起，所以花花的到来正好让她的母爱有了释放的地方。于是大部分时间都是圆润和花花腻在一起，因为花花吃饭慢，每次吃奶都要半小时起步，有时候花花吃得太久了，圆润困得坐着都打盹，但即便把圆润累得躺下了，他都没舍得推开怀里的花花。不仅如此，如果花花玩嗨了忘记吃饭，圆润还会主动找到花花，把她带到一个舒服的地方，坐下来给她喂奶喝。圆润知道花花天生脚掌外翻，他会等花花睡着时，抱起花花的脚轻轻按摩，尝试着用自己唯一能做的方式来缓解闺女的症状。有时候调皮的二狗也会和花花打闹，但圆润看到了不仅会阻止二狗，还会浅浅的教育一下他。这么来看，他夺花花几根笋也是应该的。二狗表示，你当年欠我的，就用你手里的笋笋来还吧。有一天下雨了，花花想出去玩，圆润一直站在门口劝他，孩子你太小，不会躲雨会生病的。但是花花根本不听，那是硬着头皮也要往外走。圆润只好咬住他的头套，把他拖回家。他把花花拖回去后，还跑到门口想把门给关上，但是他看了一下，发现自己不会关，所以只好作罢。没过一会，花花又跑出来了，圆润仰起头看了一下，发现雨下的还是很大，于是又把花花拖回去了。就这样母女俩拉锯了4个回合，在最后一次花花刚出来，门却关上了。被关在室内的圆润此刻不知道会有多着急，于是圆润便开始教花花躲雨，趴在木架上，把头低低的埋下，只要头部淋湿就不算淋雨。花花倒也是有样学样的照做了，但是总感觉哪里不对。花花一直在甩身上的水，而圆润却纹丝不动地趴在那里。把镜头拉远了才知道，原来圆润的上方有一个亭子，他根本就淋不到。如此看来，陈圆润女士也有不靠谱的时候啊。哎，想等我，是你的。今天跟随新华社的镜头看到了在室内的福宝。徐奶爸说福宝最近胃口非常的好，最近他的食量啊，还有运动量那些有没有什么变化呢？食量增加了，之前他的粪便大概是8到10公斤，这段时间的粪便基本上都稳定在10到12公斤，产食量增加了，然后进食的时间一般是4个小时上下。福宝现在的体重是104公斤，他刚回来时的体重是103公斤。福宝回国后的这8个月体重没怎么增长，估计跟他回到家乡需要适应环境，并且这段时间他还经历了发情期以及假孕期有关。而且徐奶爸还透露，福宝最近也很活泼，喜欢晚上活动，晚上尤其活跃，相当活跃。他一般就是晚上8点钟左右的时候就会吃竹子带活动到11点多左右。但在评论区看到很多网友说，徐奶爸为什么要抓住福宝的胳膊，还说看着就感觉很用力。首先，每只圈养大熊猫在进行爱心饲喂的时候，一般都要进行脱敏训练。徐奶爸抓握的位置就是平时体检扎针的位置，如果日常不训练的话，在体检抽血时，估计他们基本都很难做到配合。再者，如果福宝感觉特别不舒服，想把手抽回去，大家觉得以徐奶爸的力量控制得住福宝吗？而且肉眼可见福宝吃得挺开心的，如果不舒服他也不会吃了。还有大家最关心的福宝抽搐的问题，徐奶爸说他最近几天都没有再出现抽搐的情况了，只要福宝是健康的，大家也就可以安心了。